我们先谈莫泊桑谈他的作品。他是法国人，在1850到1893，只活了43岁。他之所以写得非常不错他的母亲的好朋友就是福罗贝尔写实主义的大师，所以这个莫泊桑当然也受到感染了。他也是写实，不过他的写实是专门去写人生的，专门写人生人性，所以这个文学对他是他的事业，是他的爱好，但是文学也会有伤害，因为我们了解人生，大概你也会同意，人生是苦多于乐，是吧？你对人生寄予希望的话，确实有的时候会让你失望。人生的遭遇很难受，很难受。你说我们苦撑经营，好好的安排自己实在是朝个很稳当的路子去进行，但是常常有意外，因为你不能够离群索居，因为你必须要跟人家交往，那别人不是你，所以常常会有意外产生那么甚至这个意外呢，会影响到你的一生，那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人生来说顺顺当当的人生，我们当然每个人都非常希望如此，但是能够有几个人顺顺当当的，总是会有一些意外。那么也是这个人生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测度，常常有意外的意外很可能造成你的伤害。莫泊桑到后来，因为他都是写实的东西，他写的东西都是写实的东西，人生写实所以非常的悲观非常的这个忧郁他大概到40岁的时候就已经神经不正常了最后3年他活了43岁嘛，最后3年呢是在疯人院里面度过的很惨，非常的惨那么他的这个作品，我们现在叫它叫做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干嘛显示我们人生的原型这点我觉得很对。文学应当讲老实话，文学不能骗人，对吧？人生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意外，是吧？会造成你这个人的一生，影响到你的人生，并不是一件非常愉快、非常快乐的称心如意的事情，并不是如此。那么莫泊桑受的这个影响，他的厌世的倾向非常严重。他是觉得说，我们既然是人，当然我们要为自己做主，是吧？那么文学来说，当然要替我们把我们人生的感觉到的这种不平，感觉这种人生这种压力我们应当有权去把它写出来，是吧？有权去把它吐一吐自然主义的这个简单的说明呢，就是对我们人生做一个检讨，对我们人生做一个说明，是吧？我们也换言之就是对这个不可测度的人生做一个抗议我的解释依然是如此。好了，那我们就来举他一个例子吧他有个短篇叫做项链就是颈子上挂着的这个项链那么就故事很简单，写一对年轻的夫妇，小公务员生活过得
也没什么，是吧？突然有机会被邀请到参加一个很大的舞会他们两个人就很兴奋的说这个总应让人生有这个露脸的很快乐的时间嘛，是吧？于是就去向他们的一个朋友去借了一条非常名贵的项链这个项链很贵非常贵重了，大概是100多万了，是吧？好，那么他这个夫人带着这个项链这一天这个晚上，那变成全场的焦点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项链太漂亮了，还是怎么回事所有的男子都要来争着和他一舞为荣，是吧？那她的丈夫在旁边，大家也觉得很光荣，很光荣这一夜过得真是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愉快，好极了，是吧？但是我们人生常常有一个情形是乐极生悲所以高兴也要克制克制，不能太高兴，太高兴的话小心恐怕有后遗症结果舞会完毕，项链不见了，完蛋了，怎么办？价值连城的项链不见了，不敢讲，是吧？就去带了一笔很大的款子，买一条价值非常昂贵的也买100多万的这个项链去还给人家，然后负债了，这个贷款贷得很大夫妇两个好可怜变走自走，想尽办法做工赚钱还债，而且自己还要生活，是吧？如此这10年之久花了10年才把这个账还清了，松了一口气好了，那次有机会看着一些借项链的那位夫人别告诉你说，我跟你讲其实当时我借了你的项链我是把项链弄丢了的结果我们买一条非常名贵的大概价值跟那个相等的那还给你，但是我们借贷了一笔好大的款子，我们夫妇两个苦功10年之久才把贷款还清，总算松了一口气。那个夫人说，你为什么不早讲？我那个项链是假的嘞，地摊上买的500块而已各位，这就是人生潮路，10年的苦功只值500块钱你说这个人生不是开个很大很大的玩笑吗？就所谓的潮路人生潮路当然这个是莫泊桑向我们无法承受的人生抗议，我们是人，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控制自己？我们为什么要遭遇一些非常奇怪、莫名其妙的打击我们为什么要受苦至少我们受苦我们受了折磨，至少应当有权我们把它讲出来吧，喊出来吧。那怎么讲怎么喊？我们用文字、用文学来表现。